F-5轻型战斗机是超音速轻型战机的典范。自1980年代初期起，台湾对其 F-5系列进行了深入的改进和升级，令其战斗性能大幅提升。改进项目包括为30架 F-5E 和1架 F-5Y 配备 ABTO 27手动激光目标照射器，从而提升其引导 GBU-12激光制导滑翔炸弹的能力。此外，48架 F-5E 还装备了 A1246B3 雷达告警接收机和 L40V7 照明弹发射器，同时配备 H-65电视制导导弹，使飞机的防御和攻击性能显著增强。1993年至1996年，台湾对这些战机进行了新一轮的升级，安装了新型雷达和先进的机载设备，使战斗机的作战效率进一步提高。如今，台湾的空军依然有全球数量最多的 F-5系列战机，这些老兵仍是台湾空中作战力量的重要支柱。F-5系列不仅包含 F-5A， 还涵盖了多种衍生型号，包括 F-5B 和 F-5C 等。F-5A 于1987年6月30日正式从台湾空军退役，而 F-5B 则服役至1996年6月30日，成为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型之一。F-5战机在台湾空军服役长达近22年，而 F-5B 服役了31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飞机退役之前，所有 F-5A 和部分 F-5B 都已封存，其中一些更被改装成遥控挖掘机。这些设备是基于单座 F-5A 改造而成。自1973年起，台湾开始生产虎式战斗机，至1986年年底，共生产了242架单座 F-5E 和66架双座 F-5F， 总计308架，以满足空军的换装需求。台湾空军累计使用了336架 F-5E-F 战机，其中部分由美国转交。这段长期的生产和组装历程，为台湾积累了宝贵的战机维修和升级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令人好奇的现象：是否有人注意到一款外观与台湾自制的 F-5战斗机极为相似的飞机？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伊朗的闪电战斗机。伊朗几乎完全照搬了台湾的虎式战斗机设计，甚至连发动机配置都未加以修改。这种做法的起因可以追溯到美国对伊朗的长期制裁。因受制裁限制资源，伊朗不得不依靠复制已有的成功设计，以发展和维持其空军实力。事实上，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 F-5E 战机，并在空中防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破裂，美国随即对其实施严格的军事封锁，导致伊朗的空军陷入缺乏战机与零件供应的窘境。面对装备老化、备件短缺的困境，伊朗开始寻求自主维修与仿制战机的途径。伊朗通过对 F-5E 战机的维护，逐步积累了相关技术，最终模仿出闪电战斗机。伊朗的闪电战机是对 F-5E 的高度仿制，尽管其设计较为粗糙，但伊朗设法在有限资源下维持了空军作战能力，并尝试发展本土战机技术、闪电战斗机的座舱、雷达系统、武器挂载能力等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本土化改进。但与美国的 F-5原型相比，其性能仍有差距。然而，对于长期受制裁的伊朗来说，闪电战斗机的问世标志着重要的技术进步。近年来，伊朗面临严峻挑战，尤其在美国的严密制裁下，虽然整体军事实力有所保持，但其空军受到了显著打击。由于空导弹和战机零件的供应受限，伊朗空军的作战能力难免受到影响。为进一步阻断伊朗的维修途径，美国还销毁了飞机坟场中的所有可用零件，使得伊朗在获取新战机及维护现役战机方面陷入困境。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伊朗不得不依赖自己的技术力量。凭借其在 F-5E 维修领域的技术积累，伊朗最终成功研发了闪电战斗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伊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关键盟友，获得了大量的 F-5E 战斗机。这些战机具备执行制空、截击、轰炸和近距支援等多种任务的能力。在美伊关系恶化之前，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共计180架 F-5E。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其实施了严厉封锁，加上战争消耗，F-5E 战机的可用数量逐渐减少，使伊朗空军面临困境，买不到新战机，旧战机难以维修，或使伊朗走向自主研发之路。由于缺乏全新战机的研发经验，
伊朗决定基于 F-5E 进行仿制。在维修 F-5E 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使得伊朗逐步掌握了机身、电子系统等部件的制造工艺。依托这些技术，伊朗不仅成功仿制了 F-5E， 还为这款战机赋予了闪电的响亮称号。外观上，这款新机型与 F-5E 十分相似，长约15米，高约4.06米，翼展约8.13米。随着大量新装备和技术的引入，伊朗闪电战斗机的性能参数得到了显著提升。战机配备了由加固复合材料制成的新型机翼，并在机翼内部采用了全新的承重加强结构，使得挂架可以承受更大的载重。得益于这些改进，闪电战斗机能够携带重达1000公斤的激光或光电制导精确打击弹药，从而显著提升了战场适应能力和打击效果。在驾驶舱内部，闪电战斗机的技术配置也得到了显著升级。新安装的显示屏和小型摄像头屏幕使飞行员在任务中能够获取更清晰和直观的信息反馈。除此之外，机翼下方还装有激光指示器，大大增强了该战机的精确打击能力。闪电战斗机还搭载了伊朗自主设计的多功能雷达系统，该系统虽然参考了俄罗斯技术，但在性能上有所提升，具备地图绘制功能，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地面目标，大幅提升了攻击精度。据伊朗方面介绍，这款新型雷达的主要设计由伊朗完成，其火控系统基于伊朗装备的 F-4E 战斗机上的 NAEQ-120 系统改进而成，外观类似于俄罗斯标枪雷达，但性能更为优越。为安装此新型雷达，闪电战斗机的机头雷达罩比 F-5E 战斗机的雷达罩长出17厘米。除了雷达系统，闪电战斗机在其他设计上也与 F-5E 战斗机有所不同，例如采用了外倾双垂尾，而非 F-5E 的单垂尾设计，进气口设计也有所调整。此外，闪电战斗机的主机翼经过重新设计，采用类似 F-A-18 战斗机的大边条结构，主翼面积也增加，从圆梯形翼改为切尖三角翼。这些改进有效提升了战斗机的飞行性能和作战能力。鉴于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复杂性以及伊朗自身技术的限制，闪电战斗机很可能使用了进口的俄罗斯发动机。根据英国情报，闪电战斗机装配了2台俄罗斯制造的 RD-33发动机。自1997年首架闪电战斗机原型机成功首飞后，伊朗航空工业公司又制造了3架原型机，以期替换伊朗空军中服役的美制 F-5E 和俄制米格21战斗机。伊朗宣称，闪电战斗机的性能与美国的 F-A-18相当，甚至有所超越。然而，这一说法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尽管闪电战斗机在采用双垂尾和新型发动机后，其机动性能和速度相较 F-5E 战斗机有了显著提升，但将其与 F-A-18 直接对比，并断言其性能更强，显然有些乐观。毕竟 F-5E 本质上属于第2代战斗机，而伊朗尝试将其升级至第3代甚至更高，显然面临巨大挑战。现代军用飞机的研发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航空气动力学、航空电子技术和航空发动机技术等多学科，且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支持，如大型风洞等。因此，虽然闪电战斗机在某些性能上确实有所提升，但其是否具有媲美先进的第4代战斗机的优势，仍需更多的数据和实战验证。对于一个缺乏强大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自主研发高性能战斗机几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在不懈努力地推动其军事科技工业的发展，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就。公开资料显示，伊朗在陆军、海军武器系统和导弹技术方面已有显著进展。然而，在军用飞机研发方面，伊朗的能力仍显薄弱。尽管通过维修美国制战机积累了相关经验，但这些经验并未直接转化为独立设计战斗机的能力。正如俗话所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闪电战斗机虽然无法与第4代战斗机相提并论，但对伊朗空军的意义不可低估。首先，闪电战斗机的研发缓解了空军机队老化、装备落后的问题，并为伊朗积累了宝贵的研发经验。这些经验对伊朗未来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雷电战斗机项目便参考了闪电战斗机的部分设计。雷电战斗机的设计任务由军方研究机构负责，而非伊朗航空工业公司执行。可以说，雷电战斗机是对闪电战斗机的深入改进，涵盖了电子系统、火控系统
和机体结构的全面升级，因而被称为闪电2。根据伊朗航空业的惯例，若项目为全新研发、研制出的飞机，通常会启用全新的命名，而非沿用旧型号的名称。因为闪电战斗机本身并不属于成熟战机，当西方情报机构得知雷电战斗机项目时，便将其称为超闪电。其设计在外观上结合了 F5和 YF17的特点，采用了类似 FA18的双垂尾设计，取代了闪电战斗机的单垂尾。这一变化几乎可以确定新机型使用了电传操控系统，因为双垂尾的设计需要电传系统来确保气动稳定性。雷电战斗机还换装了伊朗自主研发的德加85涡扇发动机，推力比之前使用的 J85 涡喷发动机更大。通过仿制涡轮喷气发动机，伊朗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知识。双垂尾设计的引入不仅减少了雷达反射信号，还提升了短距起降能力。相比闪电战斗机，雷电战斗机的机翼面积更大，携带燃料的能力也因此提高，从而增加了航程。雷电战斗机还装配了更强的雷达，具备更远的探测距离。尽管闪电和雷电战斗机经历了大量改进，但仍无法与世界一流战斗机媲美。这些进步标志着伊朗在航空自研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其航空工业依然难以跻身全球领先地位。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